非有消息，近期大量媒体报道某国际航班遗漏了108人的行李，有人说是受到了天气的影响，有朋友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整理了相关情况来简单聊一聊。这件事儿发生在2月10日，是印尼里亚航空的班机，航班号 8B 洞861，计划是当天的2点30分从广州起飞，6点40分落地雅加达，计划飞行时间5个小时10分钟。从飞行跟踪记录来看，当天的飞行基本准时。印尼领亚是印尼的一家小型航空公司，据称有中国国资的背景。网络资料显示，它现在拥有4架空客 A320、1架 A321和2架 ARJ21700客机。它的 A320 和 A321都是先前曾经在中国国内使用的二手飞机，机龄19到20年左右。领亚航空当天使用的是 PK-TLG 号 A321 客机直飞广州，机龄20年，这也是它现在唯一的一架 A321。前不久刚刚从东航退役，当时我们也曾经介绍过 PK-TLG 之前在东航是采用的20加155座的2舱布局，领亚航空是廉价航司，接过来后为这架 A321 配备了195个经济舱座位。飞机的运量称为筹载或商载，是指除去自身重量和燃油重量之外的承载能力。现在怀疑这架飞机当天乘客较多，又需要加很多的油，在天气影响下没有足够能力承运这么多的行李了。从广州飞雅加达对于空客 A321 来说比较的远，客人很多的话确实可能出现这个问题。除了乘客的重量之外，飞机最终的载重还要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，包括航程、风力、风向、气温、气压、海拔高度以及跑道长度等。航程、风和跑道长度比较容易理解，气温、气压和海拔基本上都是与空气密度有关。气温较高或者是海拔较高的时候，空气密度小，影响发动机的功率，进而会影响到起飞重量。比如0摄氏度时，空客 A321 的性能最佳，最大起飞重量能够达到93吨到97吨，而35度时要减少1吨到3吨，而气温达到50度以上时需要减重5吨以上。真要遇到那样的极端高温，除了减重，有时候还会调整至夜间飞行。还有就是老发动机不如新发动机有劲儿，发动机在接近大修时所能产生的推力会比新发时减少15%到20%，这也会影响筹载。行李无法伴随到达，在民航业内不算罕见，有时候是工作失误，有时候确实是受到了载重的影响。很多航司在遇到行李延误时，一般会及时说明，不会让乘客空等很久。航空公司这时会专门派车为乘客递送晚到的行李，有时候也会适当赔偿一些合理的费用，但不会很多。领亚航空这个航班当天有个别乘客拿到了行李，相信不是工作失误，而是受到了载重的影响。但是同时有这么多人的行李都无法装运，在民航历史上还是非常罕见的。领亚是廉价航空，按说不应该有这么多的客人托运行李。不过也有人指出，它的广州到雅加达航线现在可以免费托运15公斤的行李，票价又最低，才出现了这种现象。总之，这个案例告诉我们，航空公司在安排运营的时候，需要根据机型、航程和客座数留出一点余量，不能排得太满，否则花钱四处送行李也是得不偿失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